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区块链的技术。那在2019年10月24号，那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他们的这个中央集体学习的这个会议里面呢，他替这个区块链背书，他觉得这个区块链呢是他们要作为这个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时候，习近平为什么会讲出这个区块链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比特币它所形成的最基本的理论呢，就是区块链。那什么是区块链呢？其实区块链很简单的，就是说它是由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交易的组成。那把这个小的交易组成呢，把它打包成之后呢，把它连在这个链上面，就是一个一个的打包。那区块链有个特色就是点对点的交易，而且去中心化。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区块链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观看这个李永乐老师的这个影片啊。那这个在几个影片当中，我觉得李永乐老师所讲的这个区块链呢，是最容易了解的。那他也提到说，什么是挖矿哈？比如说，在这个区块链里面呢，很多的交易呢是公开透明的，但是谁要去记账呢？那这个记账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所谓的挖矿哈。那你为什么它可以挖到矿，它不能挖到矿呢？是因为在区块链在记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必须要做一个很严实的这个数学运算。那如果说这个数学运算呢，没有办法用人脑去计算，必须要很强的这个电脑的 CPU 呢去计算，所以很多这个挖矿机呢，因为这个比特币呢而所产生。那这个挖矿机呢，它就是因为要很强的 CPU， 所以呢它必须要用很大的电力、很大的散热功能的这个电脑呢，才有办法去做这个很大数据的运算。那比特币因为它的数量是已经限制住了。中本村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比特币的上限呢设定为2100万个，所以比特币的数量其实是有限的。那我们最近看这个比特币，其实用在交易上的功能其实是比较少的，反而用在这个黑帮洗钱、这个勒索付款是比较多的。虽然说最近这个比特币它也有这个期货的这个产生哦，可是它在跟我们一般的这个钱的这个交易上呢，看起来是搭不上边哦。那最近脸书呢，它也希望推出一个所谓的脸书币 Libra。那因为这个 Libra 这个币别呢，在美国的国会的听证上面呢，一直被美国国会议员打枪，我认为说这个 Libra 这个脸币呢，国会议员所质疑的东西，比如说洗钱啊，比如说个人隐私的问题。虽然说这个脸币呢，它背后有100%的这个实体货币的准备哈，比如说我发行1块钱的脸币，那我后面的这个支撑的这个货币呢，可能就有美元、英镑之类的。那这个 Libra 这个脸币呢，它也非常多的这个厂商呢愿意跟它一起合作，比如说全球最大的支付商 PayPal， 还有这个Visa、Master。他们当初都愿意跟脸书合作，来做这个 Libra 这个币别，但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国会呢，认为这个脸币呢有一些风险的存在，所以让这个脸书的 CEO Zuckerberg 呢，就是祖克伯呢，他好几次在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大声疾呼说，如果现在不发展这个脸币的话呢，我们美国的这个金融霸业呢，可能即将被这个中国大陆被中国所取代。那10月24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呢，也大声疾呼说，他们要发展这个区块链。那其实区块链这个技术呢，不仅是用在这个加密货币或者是数字货币，其实在很多的产业呢，他们都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呢去发展这个产业。但是这个区块链技术或者说比特币呢，从问世到现在呢，大概有10年时间，可是它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它的这个限制，它一直没有办法做成一个交易用的一个货币，它只能当成一个炒作的标的，它只能是一个黑帮勒索的一种货币。所以比特币能不能变成一个通用货币呢？我们目前看来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个脸书的这个 Libra 就是脸币，他才想说用这个数字货币呢，能不能去取代这个目前现有这个货币？那我们知道这个区块链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中心。比如说，我们在汇款的时候呢，汇款做交易的时候呢，你的中心就是银行或者是银行的清算系统。那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呢，是它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中心，就是点对点的一个交易。所以这是未来一个趋势哦。那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中国大陆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点要去提到这个区块链。那当习近平喊出这个区块链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的时候呢，使得隔日的这个有关区块链技术的这个公司呢，它的股票都大幅的上涨。比如说迅雷，在美国挂牌的这个迅雷，它在一天当中呢，它的股价涨了100%以上啊。那很多的这个跟区块链有关的公司呢，在隔天也都几乎是全面的涨停。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要去提到这个区块链这个东西的。那其实中国大陆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就禁止这个比特币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交易，他认为说比特币是一个违法的货币。所以当这个比特币超过2万块的时候，因为2017年的这些限制呢，让这个比特币呢跌破1万美金，甚至到大概6-7千美金的这么低的一个水准。那当习近平讲完之后呢，当然比特币又回到1万美金的这个水准。习近平这一次对于这个区块链的背书跟支持呢，我想他主要只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他希望能够打败这个由美元独强的这个美元霸主这个地位。第二个呢，他知道这个比特币呢，或者数字货币、加密货币这个趋势呢是不可挡。而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区块链呢，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这个区块链的货币形成的时候呢，其实不管是人行或是他们的政府，事实上是很难去管制这个东西的。所以他想说发展自己的区块链的一个，也就是中国式的区块链，除了部分去中心化之后呢，他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区块链去管制这个货币。所以这个，我想这是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呢提出的2个重要的目的。所以在提到这2个重要目的之前呢，我们这个单元呢分成2个上下2集来跟各位介绍。第1集我们要介绍就是说，美元如何成为世界霸主的。那美元是如何打败英镑，成为在20世纪成为一个世界霸主的。那第2阶段我们要探讨说，比特币如此不可控制性，中国大陆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控制这个数字货币呢？所以这是我们上下2集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就是说，美元是如何成为金融霸主的。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这个美元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霸主。各项的交易呢，各项的贸易呢，都是以美金来做清算。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元成为世界的这个清算单位、储备货币，其实它是跟2次世界大战呢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美国在19世纪末呢，美国的经济它的 GDP 呢就已经是全世界的第1名。在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美国的整体的 GDP 呢就已经超过第2名、第3名跟第4名，也就是美国、英国跟法国的总和。在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 GDP 呢占了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呢60%，那它占全世界的 GDP 呢，已占了50%。所以我看美国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它是变成一个世界超级的大强国。那在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美国的黄金的储备呢，已经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3/4这么大的一个储备水准。主要就是因为这第2次世界大战呢，美国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债权国，不仅是战败国跟美国借钱，战胜国英国跟法国呢
一样跟美国借钱，所以造成美国呢，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它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债权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基础呢，让美元呢成为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货币。那这是一个基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让这个美元呢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一个货币。我们看一下美元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世界的这个霸主。主要观点是两个，一个是在1944年的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那这个战后呢，在1944年的时候呢，这个西方国家战胜国呢，他们在讨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已经非常这个衰败的这个金融体系，那如何来重振这个金融体系？所以他们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呢，开一个布雷顿的森林会议。那这个布雷顿的森林会议呢，在1944年之前呢，全世界的通用货币呢是英镑。那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呢，这个西欧国家呢，他们所选择的是采用美国的方案，也就是呢，他让1盎司黄金兑换35块美元，也就是让黄金跟美元挂钩，然后呢，再让各国的货币呢跟美元挂钩。也就是说，美元跟黄金是固定的。但是各国对美元呢是浮动的，但是呢，它浮动的区域呢浮动的区间呢非常的小，那这样子就形成一个美元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地位。所以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呢，美元的地位呢等同于黄金，所以呢，美元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美金。第二个是1947年到1949年这个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西欧国家呢欠了美国非常多的外债。这个时候呢，因为经过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呢，这个美元它具有一个独立超然的一个地位，也就是说，美元它是一个清算的一个货币，所以在西欧国家呢，它需要大量的美元呢去弥补它的财政赤字。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美元的发行量不够，所以呢，造成这个西欧国家呢对美元呢非常的需求，所以在这2、3年当中呢，让这个美元的升势呢如日中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饥渴行销法。那透过这个马歇尔计划呢，让这个美元呢再次的渗透到西欧各个国家当中。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960年到1970年代。那我们知道，在1960年代呢，美国跟越南发生的越南战争。那这时候呢，美国是独自跟越南发生战争。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它的经济呢由盛转衰，因为它也跟很多的国家因为战争的需求呢借了很多的钱，所以造成这个美国呢它外债也增加，黄金开始流失。那这时候呢，因为美元呢它是跟黄金挂钩的，所以因为美国的这个债务大幅的增加呢，很多的国家呢它也担心说这个美元呢会大幅的贬值。而美元贬值呢，很多国家西欧国家呢，他们怕说当初这个美元可以兑换成这个黄金的这个结构呢，会因为这一次的美国外债增加呢而改变，所以他们也很害怕，所以呢，他们就把大量的美金呢去换回这个黄金，甚至这个在1971年的时候呢，法国这个戴高乐总统呢，他载了一大船的这个美金呢，到美国的本土呢，去换这个黄金，把黄金换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状况呢，让这个美国呢产生了一次所谓的美元危机。在1971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美元危机，所以这个当时焦头烂额的尼克森政府呢，他就片面的宣布呢，让这个美元跟黄金挂钩了这个事实呢不存在，也就是他已经不承认当初在这个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提到的1盎司黄金兑换35美金这个兑换的关系，也就是他取消了这个美元跟黄金的这个联系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印多少美金，我有多少的黄金的库存呢，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正式给予了这个美国呢一个美金的这个印钞权。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印钞权有什么好处呢？印这个钞票呢，1块钱美金，它只需要花0.03块美金的成本，也就是说，我印1块钱美金呢，我实际收入呢是0.97块
0.97块，所以这个0.97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铸币税啊。所以当这个美元大量的发行，而且流通在外，的这个美金呢，是整体美元发行的2/3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美元它的铸币税呢，它可以赚多少。所以很多的学者专家统计呢，美国因为这个铸币税呢，让美国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那全世界呢，也就只有美国呢具有这个铸币权。虽然在1971年尼克森政府取消了这个美元跟黄金的挂钩，但是也因为这一次美国跟越南的战争呢，让美国在这10年当中景气陷入一个衰退。那我们看美元呢，美国它具有美元的印钞权，所以也就是说，当它需要去国外买东西的时候呢，它只要印钞票呢，它就可以跟国外买一些劳务，买一些机器设备。所以对美国来说呢，这个印钞权呢是非常轻而易举可以得到它的获利的。那习近平这一次呢，因为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那美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如果说今天有个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话呢，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口。所以习近平这一次为了这个区块链背书，我想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把这个美元的霸主地位呢把它拉下来。那这个因为美元我们看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到现在呢，已经时间那么久，所以很多的根深蒂固的美元交易呢都很难去撼动，所以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呢才能够把这个美元地位这个霸主呢把它拉下来。那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第2集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探讨说中国大陆要如何去让这个区块链技术呢变成一个中国式的区块链技术，也就是说，这个加密货币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我们看看如何让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角色呢，变成一个控制中心化的一个角色。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谢谢。